嘴有多毒，命就有多苦。世人皆以为是命不好才抱怨，殊不知是抱怨把好命给喊成了坏命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个总是把烦死了挂在嘴边的人，生活里真的总是麻烦不断。那个常说我不行，我没钱的人，往往真的就困窘一生，未曾翻身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因果。言语不仅仅是声带的震动，它是一种具有物理力量的能量场。你发出的每一个音节，都是你向生活下达的订单。所谓一语成谶，并非鬼神作祟，而是你用语言为自己设下了心理的围栏，把原本广阔的可能性生生压缩成了一条充满荆棘的窄路。嘴巴是你人生风水的入海口，守不住这张嘴，便守不住那颗心，更守不住这身福气。在一个出租车公司里，有2位老司机，我们姑且称他们为老张和老李。这也并非什么深山古刹的传说，就是我们这钢筋水泥森林里最真实的众生相。老张的车永远像是一团行走的乌云，每天清晨出车前，他总要对着阴沉的天空啐一口，骂一句倒霉天气。若遇红灯，他便拍着方向盘吼，这破路没法走了。若遇乘客指路不清，他便在心里甚至嘴上念叨，又是哪里来的蠢货。在老张的世界里，整个城市都在与他做对抗。他的言语像一把生锈的钝刀，每天都在切割着他的耐心和运气。久而久之，他的车总是莫名其妙的抛锚，他接到的客人也多半脾气暴躁，双方一言不合便争执不下，投诉单像雪花一样飞来。老张常说，我这就是苦命，喝凉水都塞牙。而老李开的是同样破旧的车，跑的是同样拥堵的路，但他上车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轻轻拍拍方向盘，像对老伙计打招呼一样说一句，今天也拜托了。遇上堵车，他看着窗外的长龙，不说烦死，只说正好歇歇脚，看看景。遇上乘客唠叨，他不说啰嗦，只笑说，这人心里怕是有事，让他倒倒苦水也好。奇怪的是，老李的车虽旧，却极少坏在半道上。他常能接到那种去机场的长途大单，客人们下车时往往还会多留几块钱，说坐他的车心里敞亮。这2人活在同一个城市，却活在了2个截然不同的平行宇宙里。老张用恶语编织了一张捕捞倒霉的网，所以他捞上来的全是垃圾和死鱼。老李用善言铺设了一条通往顺遂的水渠，所以好运像活水一样流向他。这哪里是命，分明就是嘴。正如古语所云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你的嘴就是你命运的舵，你若常言风暴，生活便还你惊涛骇浪；你若口吐莲花，命运便许你一路芬芳。这种切肤之痛，我也曾亲身经历。回想多年前，我初涉写作之时，自视甚高，却又才华未显，心中充满了愤懑。那时我最爱说的词就是怀才不遇和世风日下。每当稿件被退，我不是反思文章的不足，而是对外宣称是这帮编辑有眼无珠。每当看到同行出了爆款，我便酸溜溜地来一句，不过是迎合大众的垃圾。那时候我的言语里充满了尖刺和傲慢，我觉得这叫犀利，叫众人皆醉我独醒。结果呢，我的路越走越窄，约稿的编辑渐渐断了联系，身边的朋友也不愿听我满腹牢骚，我的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片死寂的沼泽。我的身体也开始出了问题，嗓子常年干痛，那是中医里讲的肝火犯肺，其实就是口业造多了，心火烧坏了身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山中静坐，听见风穿过松林的声响，万物静默却自有生机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一直在用语言给自己砌墙，我说的每一句不行、不好、垃圾，都是在向宇宙发射排斥的信号。我把所有的贵人都骂走了，
把所有的机会都推开了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所谓的怀才不遇，不过是我用一张毒蛇亲手扼杀了自己的运气。我开始学着闭嘴，学着把凭什么换成为什么，把烂透了换成有意思。心念一转，笔下的文字才开始有了温度，生活的坚冰才慢慢融化。这道理放在如今这个高压的时代，更是立竿见影。我们来看看现代人最常遇到的2个困局。一是职场的受害者磁场。你肯定见过这样的人，还没接手任务，先是一声长叹，哎，怎么又是我？这事儿肯定成不了。这句成不了就是一句诅咒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实现预言。当你断言一件事会失败时，你的潜意识就会自动关闭大脑中寻找解决方案的区域，转而全速搜索会导致失败的借口。你会无意识地拖延、犯错、遗漏细节，最后果然搞砸了。然后你两手一摊，看吧，我就说成不了。你以为你预言了结果，其实是你导演了悲剧。二是情感中的假性遗弃。很多伴侣在争吵时，喜欢把分手或者你根本不爱我挂在嘴边，这叫试探性恶语。你本意或许是想求关注、求安慰，想听对方反驳说我爱你，但语言是有催眠作用的。你一次次说你不行，你没用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些话就像细微的凿子，一下下凿在2人关系的基石上。对方的潜意识会逐渐接受这个设定。既然你认定我不行，那我就不行给你看。既然你认定要分手，那我们就分手吧。最后假戏真做，缘分尽断。这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，你非要不断地扔石头制造波澜，最后船翻了，你却怪水太急。所以想要改命，不必急着烧香拜佛，先从修好这张嘴开始。从此刻起，我们来做一场关于语言的修行。这不是让你变得虚伪圆滑，而是让你学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。请你试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做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。当你遇到突发的麻烦，比如打翻了水杯，或者电脑突然死机，那一瞬间涌上喉头的脏话，请你用力地吞下去，深呼吸，在心里把那句真倒霉截住，强行置换成一句中性甚至积极的话，比如没关系，正好清理一下桌面，或者看来需要休息几分钟了。这很难，我知道，那一瞬间的怒火需要出口，但请你想象，你的每一次忍耐和转念都是在为你的命运大坝加固。你要像驯服一匹烈马一样驯服你的舌头。当你想抱怨伴侣懒惰时，试着闭嘴，或者换成一句，如果你能帮我一下，我会很开心。当你想抱怨工作繁重时，把累死了换成身体在提醒我该充充电了。这种微小的语言置换，就像是往浑浊的水中滴入清水，一滴两滴或许不见效，但日积月累，你的心湖自会澄清，你的磁场自会清净。修行路上，话语即是法术。为了让你能真正接住这份福气，我送你3条护身锦囊，作为我们在尘世行走的拐杖。第一，把匮乏语换成丰盛语，永远不要把没钱、穷死了、买不起挂在嘴边。语言是有引力的，你天天喊穷，穷神就以为你喜欢他，赖着不走。即便囊中羞涩，也要说财富正在向我靠近，或者这东西不错，我以后会拥有。这不是自欺欺人，这是在向生活展示你的配得感。你要相信，只有觉得自己配得上好东西的人，好东西才会流向他。第二，把绝对语换成余地语，不要把话说绝，不要把人做绝。别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，也别说这件事绝对万无一失。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话说得太满，就是不给变数留空间，也不给运气留缝隙。学会说我尽力，试试看。目前看来，这留下的半寸余地，
往往就是日后命运回旋的生机，是风暴来临时你能转身的避风港。第三，远离负能语的源头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若是身边有那种张口就是抱怨，闭口就是咒骂的人，请你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们，不要试图去拯救一个沉溺在抱怨里的人。他们的磁场是黑洞，会吸干你的光。你与其陪他们一起在泥潭里打滚，不如独自走上高地，去亲近那些言语温和、目光坚定的人。近朱者赤，去沾沾他们的喜气，去听听他们的良言，你的磁场也会随之共振，变得明亮而有力。言语如风，风起则水动，水动则船行。你的嘴就是你命运的风口，愿你从今往后口吐善言，如春风化雨，滋养自己，也温暖他人。愿你心中存着敬畏，不咒骂黑夜，只点亮心灯。当你开始用慈悲和智慧去说话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阻碍你的高山终将化为脚下的坦途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